老婆回娘家也快10个月了，对家里的一切不闻不问。我也想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她报名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我也想说借此节目大家帮我把她的心结打开，也让她跟我一起回家。这是一位先生的求助，老师们会如何帮助这一家人呢？来，掌声有请他们，掌声有请。男嘉宾李先生38岁，来自福建个体；女嘉宾李女士40岁，来自贵阳个体。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说你是要来我们这节目的是吧？对，是我报的名。哦，结婚多少年啊？快5年了。这个李先生应该是再婚是吧？对，我是再婚。您呢？我初婚。离家已经10个月了是吧？对。那带着宝宝走的？没有，我自己走的。想不想宝宝呢？肯定想的。肯定想，但是10个月不回家，为什么呢？问他吧。他就想让我明白他为什么不回家，但是呢，我想不出到底是为什么，所以说我也想通过这个节目让老师开导我吧。这个宝宝多大了？5岁了。男宝女宝啊？女宝宝。想不想妈妈呀？啊，挺想的。平常给妈妈打电话吗？几乎每天晚上都打。那你10个月不见她，应该老想的了哈。刚开始是很想的，现在都不想了。好像从你们结婚开始，我看你们5年婚姻的这个过往里头，从结婚开始就不老顺利的是吧？在你的心里有疙瘩，对不对？你能告诉我们最大的疙瘩是什么吗？最大的就是我感觉他是太在乎钱了，不把我当一回事嘛。当时没给我买一束花，结婚的时候我们拜酒的时候他没买就算了嘛。然后就是说我们去买那个花插头上嘛，才15块，买完了以后他又在数落我，他说你买东西怎么这样买啊？我说就15块钱嘛，你那么计较吗？是吧？这不是计较钱的问题，因为我也是说一个生活的常识，买东西你肯定要先问价格，对吧？那是我们结婚呢，是吧？好，你有必要吗？一件小事儿。对，这是小事啊！你看我们结婚拍个婚纱照是吧？他跟我讨价还价，我要拍3000的，他说，你拍3000干嘛嘛？你拍个1000多就行了，没必要，太在乎钱了，是吧？也就是说，从嫁给他开始就觉得这个男人很在乎钱，是吧？对。然后呢，就是我们有了宝宝嘛哈，刚开始他是很高兴的，也买一点水果给你吃，到后面他就不管了。您是指孕期是吗？对，他从来不问说哎呀，老婆你想吃什么呀，是吧？不问，就不关心你。对，一点都不关心。然后我为这个事情我还跟他闹，然后他还吼我。后来就是因为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不是要准备那些小孩用的那些用品吗？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要不忙的话，等我下了班了，我们俩去买吧，准备一下嘛。那时候还才2个月吧。然后他说，哎呀，你们女人怎么那么着急呀，是吧？然后他就骂我，我就很生气，我不跟他讲。后面他自己去买。等买了一个大的奶瓶回来，他我们要一个大的就行了，反正小孩会长大的，不要买那些小的。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正你就那么在乎钱吗？是吧？那给孩子准备东西了吗？没有啊，后面生的时候尿片没有，奶粉没有，就一个奶瓶。哦，就是因为他没准备，是吧？对。你是再婚对吧？在上一段婚姻里有孩子吗？有。男孩女孩啊？男孩。跟谁呀？跟你都是我爸爸妈妈在照顾。哦，跟了爷爷奶奶是这意思吧？对对。等于说这个妻子生娃的时候你也没怎么管。后面就是说他要考驾照嘛，我在痛的时候他说，哎呀你要生了我要考驾照怎么搞啊？我说你要最起码要等我生出来吧。然后后面生出来了，他照顾了1个晚上嘛，第2天他就回来了。您是顺产啊还是剖宫产？顺产。他回去了，我没人照顾我了嘛，我就把我弟弟叫过来。我弟弟又不会照顾小孩，我又起不来床，知道吗？我下床都很困难的。这个好奇怪，为什么你不照顾呢？他要去那个考驾照。我觉得你这些事情，考驾照比我还要重要是吧？对，为什么非要那个时候去考啊？因为他是提前1个月就预约好的。后面回到家是吧？催乳的话就出不来的，就很痛，很痛的话就会胀的话人就会发烧是吧？我跟他说，我说不然请催乳师吧。然后他说没事的，我帮你弄到晚上11点了，那烧的我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打电话跟我姐，我姐说你怎么那么大意呀？她说我给你叫催乳师来。
那时候晚上都11点了，人家初乳师都不愿意出门了，是吧？后面没办法，叫我姐夫去接，人家来弄完了以后就1点了，然后就花了900多，是吧？啊。然后他老拿这个事说是，我都疼成那样了，你还那么在乎钱吗？钱就那么重要吗？就是说，在这5年期间，其实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你会反复的想起，对吧？对。孩子出生之后呢？孩子出生之后，有半年，那都是我一个人在带嘛。他呢？他就是也不怎么带，他上班呢。不是，咱们把这个不怎么带，咱们说清楚啊。是晚上从来不管，没有给孩子换过尿不湿，就坐月子的时候有。还是说怎么个情况？咱把它说清楚。坐月子的时候有。像我白天上班，晚上我也要帮忙起来泡奶粉啊之类的。没有。有吗？我说有，我有时候叫你，然后叫他，然后他很生气，他说你去弄，我这么累了，我上班我这么累了，你自己去弄。就有一次半次肯定太累了，我也。你知道吗？我们的小孩从快满月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哭到4个月，而且哭的那眼神很恐怖，知道吗？我说为什么哭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啊，反正每天从12点晚上就开始哭。是不是饿了呀？你也不给他，他不吃，他就一个劲的在那里哭嘛。然后每天晚上哭的那个声音多恐怖呀，他不管。因为我也第一次带小孩，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带。以前都是爷爷奶奶带是吧？对，我第一个小孩子我带都没带过。明白了是吧？后来呢？后面就不哭了，就好带一点。后来呢？带一点，我就说我把我小孩带回我娘家，我妈帮把手嘛。哦。不行，去了1个月，他又马上过去接回来。谁说不行啊？他呀。接谁回来啊？他要把我接回去啊，回贵阳啊。哦。然后那时候就是过年了嘛，小孩就有半年了嘛。他答应我不回去是吧？不回哪儿啊？不回福建嘛。哦，不回他老家哈。对。哦。刚开始他是答应的，然后到那天不行了，你必须要带给我回去。不回去他没面子。那次他还为了这个事情还动手了呢。谁动手？他。哦，这么厉害啊！然后他一凶我，我就怕，然后每次他就。跟你动过手吗？对，就动过1次。为什么事儿动过1次？就是为了要回他家嘛。哦，就是那一次。对。回家之后呢？啊。回来之后就把年过完了，然后我们就回来了嘛。又回来了。因为他在这边还有店嘛，回来然后就有1年了嘛哈。他说你就说在这边压力这么大，他儿子现在长大了，他父母管不了，他要回去管儿子。好吧，那就回去吧，是吧？等于你们就从贵阳搬回了福建，是这意思吗？对，他把店排了，然后我们就回福建了。回到他家以后，然后就不是他要开店吗？我就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他是做美发的嘛。我说我不喜欢做这一行，他不问你，他不跟你商量的，他把店开了。刚开始的话回去的话，肯定条件没那么好嘛，是吧？生意也没那么好，每天他都要睡得很晚的起来嘛。那我说你最起码你要早点起来帮我看店，我去洗衣服那些是吧？你指的特别晚起床是在几点钟？有时候10点。天气冷一点的话，可以11点半也有。哦，好。早的话是9点。就是这个先生不很勤劳，是这意思吧？对。啊。然后整天嘴边挂着手，他要赚钱，睡到中午都不起床，是吧？然后你叫他多了，他还意见很大。那你这次走是为什么呀？10个月前走是为什么呀？最后这一次是因为我生病了嘛，去他们那个监道的卫生院嘛，是吧？去检查，然后医生说怀疑是肺结核，叫你再去大医院再确诊嘛。去医院不是要办那个卡充钱吗？那我充了200块钱进去，然后查完了我没打清单嘛，我就回来了嘛。然后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说医生是这么说的。他说那花了多少钱呢？我说我就充了200进去，我没打清单，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然后他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啊，是吧？钱到处来放，你这样怎么理财呢，是吧？可是里面我想我都生病了呀，你还是那么在乎钱。就因为这个就走了。啊，就走了。这个本来我的事就是这么多年了嘛，我就老感觉他老把钱当一回事，不把我当一回事，所以我受不了了。现在回家做什么呢？这10个月？在我姐姐店里面帮忙的。你自己怎么打算你们俩这段婚姻啊？我刚开始走的时候，我是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啊。我说我走了，我就不回来了。走了就不回来了？对。孩子也不要了？因为孩子那时候我跟他闹过嘛，我说不行，咱们就离婚吧。然后他说离婚可以，女儿我要，儿子你带走。我说儿子怎么也轮不到我吧，是吧？这就是不要离婚的意思嘛，对不对？是不是？对，因为我已经离过1次婚了，我非常珍惜这段感情。接着说，你每次跟他吵，然后他比我还要凶啊，一点都不懂得谦让。对，你接着说啊，你说这10个月你怎么思考这段婚姻嘛？我也冷静了很多啊。刚开始我是
说不想给他过了。我在那边我感觉我压力很大啊，精神上我受不了了，你知道吗？啊，所以我回去了，我回去冷静了那么久，我说要过也行，但是最起码你要给个态度吧。什么态度呢？一直以来他都没给过态度。首先你要问我啊，为什么要走了呀，是吧？好。但是这个问题他从来不打电话说去主动问的，啊，都是我打电话跟他探讨这个问题的。我有问过他，他只告诉我你自己想，你想得出来。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我去了那么久，你为什么你不打电话呢？他每次打电话都是要女儿跟我视频，他从来不去提这个问题。我也怕女儿太久没见妈妈了，到时候把妈妈忘掉了嘛。我再问问啊，他走这10个月，你都没主动去接过他呀？我去接了2次，他说你不要跟我讲，你事情没想清楚，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第二回呢？第二回我以为是说家里可能是需要个长辈去，比较有那个，我就带了个长辈一起去，然后去了他也说你没跟我商量好，你不要跟我说。他是这样的，每次把票买好了再跟我打电话说啊，我明天过去接你。行，听明白了。是吧？我再问一句啊，您到底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他呀？我就感觉他不把我当回事呢。啊。而且我如果没把他当回事，我也不会来这里了。说实话，你要是会的话，那我们就不用来这里了。哦，好。所以今天你就是老师们说你们和，你就和了是吧？老师们说你们散，你也就散了，是这意思吧？我们一会儿请老师给你们梳理一下5年的婚姻，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李先生，你好。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老婆是拿来干什么用的？老婆是拿来宠的，拿来疼的。真的吗？你宠吗？你有宠吗？我宠，只是说我的方式可能做得不够好，但是我心里我还是疼她的。你爱她吗？爱她。那你为她做过最大的付出什么？太大的付出我也不知道值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对她做的任何事情，我都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我听下来，为什么就是你们那些小事就后来就过不去了？当然有沟通方面的原因，但重要的在于，我一直认为男生，你没有搞明白，爱是一件需要做出很多付出和努力的事情。你活在个人的世界、自我世界太久了，包括你第一个孩子，你说我从来没有管过，你说的那么理直气壮，你不脸红吗？大儿子你也没带过，所以你觉得你这个闺女你不带也正常，是吗？因为你结过1次婚，所以你觉得我跟你再结1次婚还要拍什么结婚照呀，还要带什么头花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对于你是经历过的事情，对于他是第一次，那你现在给我点头，你当时想过这个事儿吗？你当时有想过这件事情对他有多重要吗？结婚对他有多重要吗？生孩子他是第一次啊，你有想过吗？对他有多重要吗？你想到的是自己，你有站到他的角度去想一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需求，你想过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你也不告诉我，是吧？为什么要告诉你？你们2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他痛了，他生病了，他怀着孩子在哭，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你看不见吗？你说你爱在什么地方？他其实要的东西不多，他心里面一再跟你提的是因为他烦吗？只是因为他心里面有这个结而已。你去买束花给他，他就会忘了15块钱那件事情。你带他去吃一顿好的，他可能就忘了结婚时候不愉快。你带他去调理一下身体，他可能就忘了坐月子的时候的痛苦。做一点他想要的和他还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个才是做丈夫的责任。好，谢谢大家。好，谢谢老师。来，左岩老师。我整期的故事听下来，就是有一个字儿特别的刺耳朵，叫做钱。刚才李姐说你太在乎钱了，我觉得不是，你不是太在乎钱了，你是太不在乎他了。对，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结婚生子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她不希望自己的老公为了15块钱，为了20块钱还跟她斤斤计较，她觉得她自己都不值这15块钱，这是她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儿。她得不到爱，她所有的情感没有出口，所以让她越来越冷。她一边干活一边带孩子一边做饭，还得一边受气，没有尊严。你今天来是想挽回的，对不对？对。我等一下给你出主意。好，谢谢老师。理解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他做的是不好，但是你太过敏感，
孩子，哭闹到4个月，我家宝宝也哭闹到那个时候，是这种小儿肠胃发育不好，所以呢，一到后半夜就哭，它是生理问题，不是病理问题。我知道。所以不会到什么撕心裂肺啊什么的。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太严重了，不要把事情往极端的方向去想。再有就是你们俩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夫妻之间最大的问题，叫做沟通。每次我跟他沟通，然后他还凶我呀，我要怎么沟通对下去啊？你刚才说了2句话，我印象很深。第一句话是他也不问我，他不问你可以说呀，我对吧？说有时候你跟他说了，他不耐烦，他不耐烦我就再说，就是因为可以调整一下方法。太多次都是这样子了，所以我现在干脆我不跟他说了。你看，你不跟他说，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夫妻2个人，一个女士说：“哎呀，你看我这个手上是不是有点空？”她想要一个戒指。第2天，她老公给她买了一副手套。这就是你不能让男人猜。你看看，你老公这样是能猜得出来的样子吗？是不能的。所以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沟通，就你们俩的关系4个字儿：开门见山。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首先就是李大哥哈，他非常在乎你抠门这个事儿，所以以后给点家用，他愿意怎么花怎么花，让他心里舒坦。然后呢，也要给父母一定的家用，因为帮你带大儿子呢。还有李姐给你的建议就是，看在孩子的面儿上，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夫妻之间的沟通是最重要的沟通，夫妻之间的宽容是这个世界上以爱为名义最大的宽容。祝福你们，谢谢。好，谢谢老师。来，涂老师，你所说的那些对于你的抠门儿，对于你的不好等等等等，尤其是一点，他打你，是我不太可能相信他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先把你哄回去。但是我只是担心啊，你这10个月一回去了之后，你别以为你这样的一次不辞而别，会换回你在家庭生活当中更高的地位。因为这个男人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我并没有感觉到他真正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以我的建议是，至少今天不是你们重修旧好的或者重归于好的最佳时期。但我只是有一点特别看不起你，你走了10个月，这10个月与孩子分开了10个月，你作为一个母亲，你怎么舍得？如果说夫妻生活当中有太多的问题是双方共同促就而造成的，但唯独这一点，我认为他倒是做得很对。他每天晚上让孩子跟你视频，把孩子忘记了妈妈，而你是怎么想的？因为我怕我老是跟他这样子视频的话，孩子是没有错的，不可能因为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不好，导致孩子失去妈妈10个月，而且他才5岁。是这样没错，就是我怕我跟他联系多了，但我受不了，我又跑回去。所以你自欺欺人呐！如果真正的想拾起自己的自尊，第一，履行好你作为母亲的责任；第二，你要解决的是你与他之间的平等的问题。如果始终无法达到在夫妻生活当中或者家庭生活当中你跟他人格的平等，这个男人不要也罢。但是母亲的责任你要做好，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5年哈，什么都来得及，好好过也来得及，分开也来得及。所以在我看来，你是回家跟他继续过，还是不回家跟他继续过，还是彻底的就不跟他过了？你们夫妻俩去想，这才是你们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说我也不看孩子，我什么都不要。我一置气，我摔了我就跑了，这就跟你当初稀里糊涂的嫁是一个意思。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婆，这5年里我对你确实做得不够好，但是听过老师们的评委，我发现了确实我大男子主义确实有点厉害。我要保证在以后的日子里嘛，我尽力的改，尽力的改。你每次你希望你能改给我一次是吧机会。每次我生气了你就改啊，我不生气了你还不是一样的，是吧？我要的就是一个态度嘛。会的，
我会不是要你给我多少多少是吧？跟你结婚也不是说因为你有多少才要跟你是吧？我跟你在一起你什么都没有是吧？你看我们拍个婚纱照的钱你都拿不出来，是不是？会的，我会好好的照顾你，过完我们以后的日子。请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记得老师说你们要好好沟通啊。他说我们沟通了，现在我们终于看见什么叫沟通了。说过多少回了，你怎么还说呀？你说话什么时候算过话呀？你在这儿跟我们说，这个男人很抠门儿，我要照3000块钱的结婚照，他给我照1000多的，是你的原话吧？对。刚才我分明听到说，我什么都不图你的，当时你连照结婚照的钱你都拿不出来，我还嫁给你了。所以人在情绪当中有一些随嘴来的是最伤害人的，不要忘记了原本是什么。我们不追求真相，我们只是还原最真实的一些东西，就是情绪打哪儿来。这就充分告诉我们，因为太多的不好的情绪充斥着你，所以有很多事情的真相已经被你篡改了。每个人都会这样，对自己有利的历史全部记住了，对自己不利的就选择遗忘，没关系，好吗？你是不是说他们说你要送花是吧？对，我想送一束花给他。啊，你送，好，谢谢。来，老婆。啊，热了。你买的啊？对。别得意啊！如果这次回去了还那么对你，别再给他机会了啊！谢谢你们，请回啊，回吧。来，请关门。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别人的人生，要对自己的选择来负责任。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吧，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哎，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